山鬼身披香草，激发了屈原的诗性；李贺则沉迷于吟咏如牛鬼蛇神般光怪陆离之事。他们直抒心意，不拘世俗。此等风范，实乃有缘可诉。我虽卑微如秋夜的萤火，却引来魑魅竞相追逐，而世俗中追名逐利、随波逐流之举，只换来魍魉的奚落与嘲笑。才情虽不及干宝，却对搜集奇闻异事情有独钟。性情与苏轼相仿，偏爱聆听鬼怪传说。每有所闻，必寄至笔下，终成一书。久而久之，志同道合的友人纷纷寄来他们同样感兴趣的故事。因这份共同的爱好，故事数量日增，内容之奇也远超想象。即便是身边的人与事，其奇异程度竟胜过蛮荒之地。眼下发生之事，竟比传说中人头能飞的国度还要离奇。我异兴传飞，狂放不羁，自是难以自禁。而这份放狂的情怀，亦无需掩饰。即便道听途说中或有不实，那三生石上的故事却能让人悟透前世今生的因缘。因此，不可因人废言，一概而论。在我降生的那一刻，父亲梦中遇见了一位枯槁孱弱的僧人，身披袈裟，右肩半露，缓缓走来，其胸前竟贴有一枚铜钱大小的膏药。父亲猛然惊醒，恰逢我咕咕坠地。自幼我便体弱多病，成长路上命运多舛，家门冷清，宛如远离红尘的僧侣居所。我依靠笔墨为生，生活清苦，仿佛僧人的钵盂空空如也。我常自问，莫非那梦中的僧人真是我的前世化身，因前世修行未满，未能得道，故而此生命途多舛。唉，六道轮回，浩渺无垠，怎能说没有因果报应之理？只是可怜我，夜半时分，伴着微弱摇曳的烛火，孤影独坐于冷清的书案前，妄图积沙成塔，搜集狐鬼传说。狂妄地梦想着能续写幽冥录之遗篇，以酒为伴，以笔抒怀，以此来排遣忧闷。如此实属可悲可叹。唉，我如同霜后的寒鸦，锦衣枝头，却难觅温暖，又似秋月下的哀虫，依靠栏杆，自我慰藉。能够理解我的知音，或许只能在梦中寻觅了。康熙18年春天。第一话，考城隍。我姐夫的祖父宋陶公是本县有名的秀才。一日，宋公因病卧床不起，忽见一位差役手持着官府的文书，牵着一匹额前长有白毛的骏马出现在面前，说道：“请先生前往应试。”宋公疑惑地问道：“这学政大人尚未抵达，为何突然举行考试啊？”差役沉默不语，只是再三地催促他动身。宋公无奈之下，
只好勉强起身，骑马随行。沿途风景皆觉陌生。不久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座城池，其规模宛如帝王居所。进入城中的一座宏伟官府，只见宫殿高大壮观，气势非凡。堂上坐着10几位的官员，宋公大多不认识，唯有其中一人认出是关羽。堂下设有2张桌几和2个坐墩，已有一位秀才坐在较低的位置，宋公便在其旁边坐下。桌上都摆放着纸笔，片刻之后，一卷题目从堂上飘然而下。宋公细看，上面写着8个字：一人二人，有心无心。2位秀才迅速提笔作文，并将试卷呈交至堂上。宋公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：有意行善，虽善未必受赏；无意作恶，虽恶亦不必受罚。各位官员传阅之后，无不赞叹不已。于是他们召宋公上堂，告知他说：河南城隍之职空缺，你担任此职最为合适。宋公至此恍然大悟，口头泣诉道：承蒙如此重任，怎敢推辞？但家母年过70旬，无人照料，恳请允许我在母亲100年之后再赴约。堂上那位有着帝王形象的人随即下令查询宋母的寿命。一位留着长须的官员翻阅了人寿册后报告说，宋母尚有9年阳寿。众官员面露难色。犹豫不决之际，关羽提议道：不如让张秀才暂待9年，待期满后再由宋公接任。帝王点头同意，并对宋公讲：本当即刻赴任，念及你的孝心，特许你9年假期，到期再召。接着又勉励了几句给张秀才，2位秀才一同叩头谢恩，随后一同走下堂来。张秀才握住了宋公的手，送他到了郊外，自称来自常山，姓张，并赠诗一首作为临别纪念。宋公只记得其中2句：有花有酒春常在，无烛无灯夜自明。宋公上马以后，便挥手告别，径直离去。当他再次的回到家中时，仿佛是从一场深沉的梦境中猛然惊醒。此时他已经离世3日。宋母听到了关内传来了微弱的呻吟声，急忙开关将他扶出。过了许久，宋公才渐渐地恢复意识，能够开口说话了。他随即派人前往了常山调查，果然得知当日确实有一位姓张的秀才去世了。时光荏苒，9年光阴转瞬即逝，宋母安详离世。宋公为母亲料理完丧事以后，沐浴更衣，步入屋内，随即安然辞世。宋公岳父家位于城西门内，一日忽见到宋公骑着一匹装饰华丽的骏马，身后跟着众多的车马和仆从，浩浩荡荡地进入内堂，向他们恭敬作别后离去。全家上下皆感震惊与疑惑，完全不知宋公已成神灵。宋公岳父急忙派人前往了宋公的老家打听消息，这才得知宋公已然仙逝，方才恍然大悟。宋公曾撰写过一篇小传，可惜历经战乱，未能保存下来，这里记述的只是大致的情况。
人生在世，有各种外在的东西，所以有花有酒春常在，死后万般带不走。面对考验时，只有凭借这种道德修养，才可以在无任何外在事物的环境下，无烛无灯，夜自明。第二话，耳中人。谭进玄是现学中的一名儒生，他笃信养生之术，不论寒暑都坚持不懈地练习。数月之后，似乎初见成效。一日，他在冥想之际，耳畔突然响起了类似苍蝇嗡嗡的声音。可以相见否？待他睁开双眼，却什么也听不见了。闭目凝神，那声音又再次出现。可以相见否？他心想，这或许是内丹即将练成的征兆，心中暗自欣喜。自此以后，每次打坐时，他都能听到同样的声音。于是他决定下次再听到时给予回应。某日，当那声音再次响起，他轻声地答道：“可以相见了。”不久，他感到耳内一阵的瘙痒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从中而出。侧目一瞥，只见一个约3寸高的小人，面容狰狞如夜叉，在眼前不停地旋转。他惊愕不已，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个奇异的小生物。忽然，邻居前来借物，敲门呼喊他的名字。小人闻声以后，显得异常的慌乱，绕着屋子急促地转圈，如同无处藏身的老鼠。事后，谭进玄因不知小人的去向而心神不定，最终精神失常。他不断地尖叫哭嚎，得了癫病，经过半年多的治疗，才逐渐地恢复健康。清初之世，宗教与哲思广为流传，社会虽兴诸多新养生之流派。谭进玄因迷于此道而致癫病，此事恐后世亦难决矣。第三话，尸变。阳信县蔡店村住着一位老翁，他的家离县城约5-6里远。老翁与儿子在路边经营着一家旅店，专门接待往来客商。几位车夫常在这里歇脚住宿。一日黄昏，4位车夫来到店里请求留宿，但店内已经客满。然4个车夫没有想到其他的办法，只能坚决地请求老翁让他们住一下。老翁低头想了一会儿，想到了还有一个地方，但是害怕客人们不满意。客人说，只要有一个能睡觉的地方就知足了，哪里还敢挑挑拣拣呢？老翁的儿媳妇刚刚去世，她的尸体正停在了一间屋子里。他的儿子出去购买棺木，还没有归来。老翁觉得当做灵堂的屋子安静，于是带领着客人穿过街道，往那里去了。客人们进入了屋子，看见桌案上有一盏灯光昏暗的油灯，桌子的后面是被帷帐围起来的灵床，纸被盖着死者的尸体。又看他们睡觉的地方是在里屋一个大通铺上。客人们一路奔波，十分困顿，脑袋刚沾到枕头便打起了鼾。只有一个客人朦朦胧胧的没有熟睡，他突然听到灵床上有嚓嚓的声响，他立马地睁开了双眼。这时灵床前的灯光把周围的事物照得清清楚楚，
那个女尸把盖在身上的纸被子掀了下来，并坐起来，接着下床，缓缓地进入了他们睡觉的屋里。那女尸的脸上呈现出了淡黄色，额头上绑着一条白绢。她走到了大通铺边上，俯下身子，向着熟睡的3个客人一一吹气。没有熟睡的那个客人十分惊恐，唯恐女尸也向自己吹气，他偷偷地用被子把头蒙住，屏住呼吸，连唾沫也不敢咽地听着女尸的动静。不久，那女尸果然走过来了，像吹其他客人一样的向他吹了气。这个客人感觉女尸已经离开了屋子，随即又听见了纸被子的声响。他悄悄地探出头来窥看，见那女尸就像之前那样僵硬地躺在那里。这个客人惊恐极了，他不敢作声，偷偷地用脚蹬另外的3个客人，可他们却一动不动。他一时也无计可施，想着不如穿上衣服往外逃吧。他拿起衣服刚要穿上，这擦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此时客人害怕极了，又就躺了下去，把脑袋缩到了被子里。他觉得那个女尸再次的来到了他身边，连续的朝他吹了好几口气，才又出去。等了一会儿，他听见灵床嘎吱作响，直到女尸又躺回到了灵床上。他就从被子底下将衣服拿进来，着急地穿好，光着脚就向门外冲了去。这时女尸也起来了，看似想要去追他。等到女尸离开灵床上的帷帐时，那个客人已经打开门跑了出去。女尸也从客人的身后追了上来，客人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地喊叫，但村里的人没有被惊醒。他想要去敲店主人老翁的门，又怕耽搁了被女尸赶上，于是就顺着往城里头的方向使劲地跑去。这人已经跑到了东郊，他又看到了有一座寺庙，有敲木鱼的声音传了出来。他着急忙慌地过去敲门。寺庙里的和尚虽然感到惊讶，但觉得事情不太正常，不肯立即开门把他放进去。待他回过身子，女尸已经追过来了，离他只有1尺的距离。客人害怕得更厉害。寺庙的门外有一棵大白杨，有4、5尺那么粗，他就利用杨树作为屏障来挡住自己。每当女尸从一侧扑来，他就迅速地闪避到另一侧，双方你来我往，逐渐地疲惫不堪。最终，女尸停下脚步，站在原地，客人则躲在树后喘息不止。突然，女尸抱起身手抓向客人，却未能得手，只好抱着树干僵立不动。寺庙里的和尚悄悄地听了许久，确认外面已无动静以后，才小心翼翼地走出了门。他发现那位客人倒在地上，用蜡烛一照，只见客人如同失去意识一般，但心口尚存一丝温热。和尚立即将客人背进了庙内照料。经过整整1夜的等待，客人才渐渐苏醒过来。和尚给他喂了一些汤水，并询问了事情的经过。客人将整件事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。此时，寺庙里的晨钟已经敲响，天色也微微亮了。和尚出门查看了那棵大白杨树，果然见到一个女尸僵硬地站在那里。他惊恐万分，立即地向知县报告。知县亲自前来查验尸体，命令随从尝试拔下女尸紧抓树干的手，却发现她的手指已深深地嵌入树皮，难以撼动。
仔细观察以后，众人发现女尸左右手的4个手指如钩子般扎进了树干，指甲甚至穿透了木材。知县又召集了几个人合力，最终才成功地将女尸的手从树上拔下。女尸指甲留下的痕迹犹如凿孔，清晰可见。随后，知县派衙役前往了老翁的旅店调查情况。店里正因女尸失踪和客人的死亡传闻而陷入混乱。衙役向老翁说明了事情的真相，老翁随即跟随衙役来到了寺庙前，协助将女尸抬回了店内。那位幸存的客人泪流满面地对知县讲：“我们4人一同出发，如今唯我一人归来，乡亲们怎能相信这离奇的经历？”于是，知县为他开具了一份详细的证明文件，并赠送了一些物品作为安慰，让他安心地返回家乡了。老翁以善意纳死车夫，却不易使其陷入险境。凡人之抉择虽看似平常，然其后每藏不可测之结局。提起《聊斋志异》，我们会想到很多的经典影视剧，87版的《聊斋志异》更是鬼叔的童年阴影。小时候呢，就《西游记》和1990版的《封神榜》以及87版的《聊斋志异》，看的是津津有味。《聊斋志异》是当之无愧的志怪小说巅峰。鬼叔收藏的这一套《聊斋》是494篇，原文无删减，全注全译全本的彩图典藏版。翻开原著，你不仅能欣赏到突破想象的鬼怪形象，更能看到现实世界的真相。所谓知我者，其在亲临黑塞，千乎。鬼叔的这个系列视频会不定期的更新，敬请期待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